喲，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來看人騎車啦，沒有錯。今天是台灣 ADV Trophy 的 Day 2，歷經了昨天 Day 1的各種大亂鬥之後呢，今天 Day 2的流程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據說還是保持得非常的神秘的一個狀態。啊，總之呢，我現在有點宿醉了，所以有什麼就路上邊拍邊聊。哦 ，Go！ 大家好。 我們來到了克里斯的關懷頻道，老人快樂頻道。哎呀，我這一次的活動真的是辦的強度相當高啊！哎呀，應該這麼講，就像我昨天講的，車輛很重要。看一早有看到已經有人這邊換油了，對啊，大家會覺得說，你只要聊 K 的時候，你就很害怕進水，对不对？你就騎很快，越想騎快，越容易泡水。对，所以其實那時候看着路線穩穩的過，水不要濺上來。 基本上都沒問題。你看 HP2進氣口應該是所有的車種最低的在那邊。對啊，它是所有的車種裡面最低的哦。但是我沒有泡到水哦，它代表是我每一個聊 K 我都是緩緩的過，很考驗你的選擇路線啊，然後跟你的行進速度，所以其實越慢越好。二來是5屆的水它是有很多泥沙的，對啊，其實是对引擎不好。我的天啊，完全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但我敢說。 選手們到現在應該還沒從昨天 Day 1的震撼裡、摧殘裡完全甦醒過來，所以在 Day 2的賽程開始前呢，每一位選手反而比昨天更加積極準備。修車，就像我昨天講的，最重要就是把車輛維護到最好。在上一部 Day 1的影片中，香腸教主阿志的給予心得，其中特別強調了車輛狀態維持的重要性。 不止賽前一定要把車子維持在最佳狀態，在這種高強度、激烈的賽事期間呢，選手們更得隨時注意車子的細微變化。外觀的小傷倒是無所謂，那只是這場大亂鬥的紀念章。但只要牽扯到精密機件，輕則是各部件的螺絲鬆脫、位置跑掉，重則像是軸承、避震、剎車、引擎離合系統，只要任何一個與車輛功能相關的環節出問題，都必須立即處理。畢竟車子是消耗品。 尤其在如此激烈吵架的賽事環境下，騎士能掌握車子狀態，保護好車子，其實就是保護騎士本身最根本的安全觀念。總之呢，也感謝老天爺依舊賞臉，再次賜了個好天氣。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 Day 2的冒險吧 ，Go Go！ 我们突然出現在一片溪床上面，為什麼？對，這是其中一個 Trophy 的關卡啦，我們叫尋寶，對，就是我們從起點開始以後，就是在這整片的溪床裡面要去找我們的寶物在哪。班主有提供幾張照片，對然後就是你要自己在這一片茫茫的石頭陣沙地上面去找我們的寶物在哪。它有畫一個範圍，對不對？對，好像就這整區就都是方圓兩三公里哦。哇！因為這個河道還蠻長的，其實。但今天現在還蠻好騎車的，還蠻舒服的。然後限時20分鐘嘛。限時20分鐘。這個關卡的世界觀極其龐大，與其說是尋寶，倒不如說是對團隊經過一天合作後的默契總驗收。茫茫人海中遇見彼此，又在滾滾長征中一起尋寶，團隊已發酵一日的化學效應也該在這時候派上用場。然而，要在這大片灰蒙蒙、浩瀚的河床上找到賽會指定的目標物，難度真的不低。如果團隊之間沒有通訊設備，例如像是 Match 系統之類的輔助，那更是令人絕望。總之呢，這關卡就像是一個進階現實版，威力在哪裡？一個視線的錯過，就永遠失去方向的巨大迷宮。哇！不得不說啊 ，R12 GS 真的開始展現出 BMW 上古神獸 HP2 Enduro 的冒險靈魂以及精神。這一份傳承，或許正是 GS 車系 R 系列最迷人、最值得細細品味的地方。我們今天第2個關卡叫做動力推車哦，那基本上就是我們要一群人，現在那邊有
每一台車都要跨過這邊由石頭、沙地組成的一個複雜地形，甚至最後面還有一個小斷崖。对，那每個人就是要這樣子互相幫忙推車，一台一台過去，就是比時間速度了這樣子。對，啊，你要怎麼把車運過去都 OK， 就大家協力合作，或者你要自己推也 OK。第7關卡規則很直接，引擎可以發動，但人不能跨上車，只能在旁牽着它前進，並在過程中抓準補油時機，協助選手推動車輛，讓車子橫渡大約40公尺，滿是鬆散沙地碎石以及大石點綴的河床路段。每一寸的推進都會考驗着選手對於車子重心與人車力量輸出的節奏掌控，力與美的平衡在這裡展現得一覽無遺。這一關看不到華麗炫酷的車技，看到的只有最純粹的冷靜和那股不亂陣腳的定力，以及身為冒險騎士在面對困難時那份永不妥協的倔強。第8個關卡就是台灣 ADV Trophy 2025的收官之戰，跟 Day One 雙流瀑布 Checkpoint 打卡如出一轍。但這次路線只是稍微有那麼一點點挑戰性的萬大林道。還好今天這個沒有昨天難，昨天的真的超死了。今天很有良心，今天。對，今天有良心。順帶一提，這一次我也是第一次來到萬大林道，沒料在下山的時候意外解鎖了另一個神秘的捷徑。提早回到了平地。我好像不能走出一個就是路上面沒有路線的一個捷徑了。對。啊，其他人怎麼走我也不知道了。對。他沒想到我們好像從中間某一個支點，有個阿姨，她說這邊可以下去啊，那吹到起啦。然後我們秉持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對，我們就真的是給他吹到起下去了。對，是個很舊的路嘞。對，有一點點部分是年久失修，不過大部分路況還算 OK， 還 OK 啦。但很多急轉彎，而且陡坡還蠻陡的。哇！但這也是這個比賽好玩的地方。對啊，就是給你幾個任務，就大家自己想辦法到那些定點。這次的活動是嘛，跟那個什麼 GS Trophy 很像的。就正賽，真的，就是大約7天的賽事嘛，確實。然後你1天是嘛，就 A 點移動到 B 點，才到那關卡。然後這過程中是嗎，也是要 off road。那我這次蠻訝異是能在5屆這個地方，對，有這麼多的複雜的地形，對，而且場地玩。對，跟我們經常的比賽都是那種。就是那種就是一個場地全部解決，一個封閉的場地嘛，對，沒錯。無論是山藝啊，或者你之前宜蘭的那個 Trophy， 對，沒錯，這樣的風格。我這次是直接結合當地各種的，對，還有打卡點，打卡點真的是很豐富啊，對，豐富，真的豐富。台灣 ADV Trophy 2025賽事所有關卡圓滿落幕。這次獎項共分為5大組別，首先最佳團隊由黃隊奪下，靠着全隊的默契操作，浪漫碰撞。最終在7支隊伍中成功脫穎而出。ADV 的普世價值就是 teamwork， 所以能獲得這個殊榮更別具意義。女子組的冠亞季軍由古姐的沉穩、Emily 的大膽、芒果的野性，3種截然不同的競爭風格，3段完全不同的冒險軌跡，在賽事終點匯流成今天台灣 ADV 女力最亮眼的一頁。輕量級別的競爭一向緊湊又兇悍。這是由潤哥、仁豪、明君拿下冠亞季，這最能任性發揮的集聚，我想 ADV 的極限就靠你們繼續探索。至於最激烈、競爭最密集的重量級，狂賀、肉丸、娃娃、大潘，在高手雲集的戰場裡踏上了頒獎台，也為戰鬥組重量級的表現往上提升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最後來到了排價超過1000cc的重量級別，恭喜傑哥、阿志、虎虎分別拿下冠亞季軍。能把大型 ADV玩到這種境界，靠的不只是力量，更是判斷、穩定、經驗以及敢挑戰極限的心。順帶一提，大型 ADV 的操控真的也可以非常的優雅且精準，浪漫。影片的最後，我也稍微分享一些在這2天的比賽裡，以一個觀察者角度的心得感言。首先，這次的賽事真正驚喜與刺激，其實不是那些設計好的關卡本身，而是在於你永遠不會知道下一秒，眼前的那個選手會選擇放棄，還是咬牙再拼一次。
尤其是在無動力推車那一關，當下的氛圍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那是種很原始、很真實，完全沒有修飾過的熱血。另一個讓我難忘的是比賽的移動本身，這不是單純的點到點的移動，而是在碎石、河床、泥地裡穿梭。也就是說，在關卡之外的每一段越野移動，其實就已經在考驗選手的自身基本功以及隊伍的默契。所以我想，比賽打從隊伍正式集結的那一刻就已經悄然展開。這一次，我也觀察到主辦單位在艱苦條件下完成了一場規模極大的賽事活動。在這麼寬廣的場域，這麼多未知變因裡，光是能順利跑完各項高強度項目，就已經非常的不簡單。而且還據說各關卡的工作人員在賽前10分鐘才會知道該關卡的流程與細節，這確實保留了驚喜，也創造了冒險精神未知的神秘感，但同時也帶來資訊落差。當工作人員之間無法掌握其他關卡的位置與狀態，賽事期間碰上臨時調度或人力資源，突發狀況的反應速度就會受到限制。如果未來能讓所有工作人員有更一致的資訊起點，相信整場比賽的節奏、流暢度以及安全性都會再提升一個層次。總之呢，這兩天的活動在我看來像是一個讓台灣 ADD 玩家聚在一起的絕佳機緣。在這裡，大家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推進，把彼此的經驗、技巧與故事全部放在賽場上集中發酵。尤其近幾年，越來越多台灣騎士擁有海外冒險騎乘，甚至國際賽事的歷練。當這些視野能量重新聚回台灣時，我相信所碰撞出的火花，將慢慢形塑出台灣 ADD 文化更清晰的輪廓。最後也很開心，這次日本的車友上田先生再一次來到台灣與大家進行交流。輝哥也特意從國外出差行程趕回來，為上田先生設宴送行。男人的浪漫就是如此的簡單。在影片結束前，我還想再說一句：台灣 ADD 的故事才正要開始。OK， 我是克里斯，這影片這樣子啦，我們下次見，拜。A private little piece of heaven. Yeah.